普有多想当国王，全世界谁会不知道？他以为他能够号令天下，结果呢？川普会不会了？就连月底南韩 APEC 的川习会，现在也传出不一定会得上。为什么一下之间，川普被大家看破卡丘呢？通常话说得很硬的人，他到底底气是虚的，还是真的跟他话说的一样硬呢？我们就来看看川普，不是说要跟这个普丁举行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这个双普二会吗？然后甚至会可能谈到俄乌停战的这个问题。结果现在川普摆在全世界面前的态度说啊，不会啦。有什么好会啦？我不想浪费我时间啦。你怎么会这样子？要会全部还期待你，虽然没有拿到这个和平奖，你至少在戳成第8个国家停战吧？那你不是一直自诩跟普丁交情很好？对，会一下谈一些看看有什么实质的进展内容嘛？结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马上打脸美国啊！俄国不愿意接受这个在当前的俄乌战线就地停战，你怎么可以不买川普的单？他是号令天下的国王所以马上他们的这个国务卿就跟这个俄国的外交部长取消会面啦，打脸川普，自然而然的双普二会也就没有必要举行了。好，那结果没想到前2天不是传出来，泽伦斯基大老远飞到美国白宫，再度跟这个美国求援。结果川普是怎么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跟他的这个核心的幕僚官员在教训、大骂这个泽伦斯基啦？那当时是这个由《金融时报》报道。那当他看到媒体报道的时候，川普和美国的白宫幕僚还否认说没有这回事情啊。可是乌克兰官员现在证实哦，他说泽伦斯基当时跟川普会面的时候呢，美国的这个特使威特科夫还指出说，要乌克兰你就让出乌东的顿巴斯。把顿巴斯这个前面全部的这个区都让出来了，不对啊！你不是要给我战俘，你不是要协助我军援我去对付普丁吗？是啊，那是之前啊，结果没想到现在泽伦斯基就回呛啊，普丁在跟你谈判的，那不是他们得到本来所有的东西啊。乌克兰也不是代售的，根本不是你美国拿到谈判桌上说，你可以跟这个俄罗斯拿来交易的，所以。泽伦斯基就回呛，也难怪后来会传出来，川普大甩那个战线的地图，然后又飙一堆的这个脏话。你要知道，为什么泽伦斯基他的态度这么强硬？如果照美国威特科夫和川普他们的要求，把乌东的顿巴斯区全部让给俄罗斯的话，那你要知道乌克兰损失多大？这等于是不是割地而已，是叫他割肉啊？因为乌东呢，他们顿巴斯总共有153000平方公里，再加上亚速海37000平方公里的面积，全部都给俄罗斯的话，它是在战前俄乌大战爆发之前啊，它有60%的这个 GDP 啊，乌克兰都是仰赖那个地方，而且它那边地方有80%的乌克兰重工业都在当地。你现在叫它全部让出来，所以我说那不是割掉乌克兰大部分的肉吗？这是什么样的鬼？烂到不能再烂的一个提议呢？把人家西北料要让我找，让我不用打这4年的仗，对，还轮得你来当公卿啊？可没想到，人家不辞老远飞到白宫来跟川普见面，川普羞辱人是无极限呐！是啊，因为在那边会晤已经谈崩了嘛，那本来会后要开记者会。照理说，你就是在白宫嘛，你不让他在白宫里面开记者会，那白宫外面的草坪总可以吧开记者会。现在你看这个场景，你看的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你没看错，这不是一般的网红哦，这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他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在美国白宫的对面的拉法叶公园。这个公园我以前去美国采访的时候我去过，他就在前面有几张椅子，但是空地很多，结果他在那边摆一张小茶几，一个桌子。我就问这个是战场吗？这不是战场不是，这个对面是白宫你怎么让一个堂堂来访的元首用一个小茶几、几根烤肉架就在做访问了？麦克风这样子，他直接对着这个泽伦斯基，这跨靠这个简直是羞辱乌克兰的总统，羞辱一个国家的元首，他的待遇比网红还不如。你用这个方式不让他在白宫周遭、白宫内部、白宫的这个草坪开记者会，你叫他去对面，那对面就这样子，最后这样子，你看美国自己也会被羞辱。所以你现在你去洗脸泽伦斯基，你川普很爽吗？来看接下来。泽伦斯基就飞回了乌克兰，飞回了欧洲。人家欧洲的北约的兄弟盟友们怎么欢迎他？飞回欧洲之后，北约的盟国马上把这个泽伦斯基乌克兰欠缺的就补上去了，因为欧盟最快要在这个礼拜4要批准这个通过总共19项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方案，包括这个。帮俄罗斯运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些影子舰队啦，还有淘汰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啊，还有限制他们获取欧盟技术跟融资。简而言之，就是要断俄罗斯的银根啦。所以北约都已经开始用这个方式去跟乌克兰泽伦斯基抱在一起了。不止这样，甚至在这个武器方面的这个现代化，
他的确要开始也对乌克兰伸出援手。你看，瑞典开始接收第一架的这个施救 JS-39的这样的一个一型的这个战斗机，它现在已经进展到 EF， 前面还有 CD 型的 ，EF 是最新型的。它开始汰换它的现代化武器之后，其他的要怎么办？当然是军援乌克兰啊。它强在它的短场起降能力，就算在恶劣的条件之下，战斗机都可以在长度大概只有800公尺上下的跑道、宽16公尺的公路上，它一样可以进行这个起飞和降落 landing 的任务。这个对乌克兰太重要了。现在他们相互毁灭战，砸烂的跑道，一般你都要跑超过1000公尺，对，你才可以拉得起来。不用800公尺，直接在这地方我就可以升空作战了。而且不止这样，俊相。今年2月的时候，泰国空军它成功让一架编号70103的这个双座型的施救 JS-39战斗机。你要知道，单座型跟双座型的差异在于，双座型呢它就比较重量会比较重一点。它在泰国南部的宋卡府4287号的公路上降落整补，而且迅速的起飞。在这个地方，它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哈。你要知道，这是泰国将公路起降的距离，当时他把它设定在600公尺的上下，更短，短了200公尺，表示适用于乌克兰很多的地方，它的公路、它的战场，它就可以随时起降。好，我们现在看到了号令天下的川普国王，这下真的是GG无告浪惨，不只是双普会不了了，会无好会，没想到他跟习近平的川习会这下可能也会不到了。是的，果然是不是会无好会？川普记得10月21号他在白宫跟共和党参议员共进参叙的时候，才在讲说啊，他要跟这个习近平会面，怎么样，满嘴的期待。可是不到48个小时，又出现大反转了。川普现在又说啊，或许他不会发生，有些事情可能不会发生。那现在又说他可能跟习近平也不会会面了。天哪，到底是他突然？这变心了，不想见习近平，还是被习近平给冷应对，碰了个习近平的软钉子呢？中国除了在上个礼拜不是宣布它稀土的出口量啊管制，要开始对全世界各国使出杀人的那一招，可是现在除了杀人，而且还诛心呐！他现在除了这样的一个跟大家讲，我特别制作单我们这边把它秀出来给大家看的一个规定，上面写着中国商务部两用物项出口许可审批系统的要求，提交有关文件，有关文件以中文为准呐。那你除了缩短了这个稀土的出口量管制，这个意思是什么？还要用中文，我用中文为主，你想要跟我进一丁点的粉末稀土，对不起。先去学中文，哇，这个羞辱性极强哎！是以前都是用欧美的标准，现在就直接告诉你，你以后要跟我申请用这个稀土买稀土，你先学中文，全部都用中文，我们看得懂了之后，我再来审批给你啦。所以难怪我们刚刚讲说，中国现在对美国好像也是一个步步进逼。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而且他很故意，对不对？他知道全世界都需要他手上的稀土，但习近平故意在哪里？全世界我都慢，我唯独去掐你川普的脖子啊！是啊，因为中国的9月份稀土磁铁的这个总出口量同比增长了17.5%，也达到了5773吨，越卖越多。对，越卖越多。我们去细想说，卖得多，那美国呢？那你来看，对美国出口420吨，竟然同比减少了将近30%啊，29.5%，甚至环比它减少了28.78%，等于是连续2个月大减。我就偏偏对你美国越卖越少，就这句话，我就偏偏不卖给你，对，也不卖给你，我足量的减少，美国就感受得到。那美国怎么办？美国当然会想说，我要赶快找替代方案啊。这个时候他这2天也传出了好消息，我赶快跟澳洲签订了一个矿产协议。这个矿产协议在10月20号，这个川普签订了之后呢，也跟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一起开记者会宣布说，大概1年之后，美国将拥有很多的这个关键矿产和稀土，以至于你们都不知道将如何或者是要如何去处理它们。那你都透懂啊！我的稀土到时候1年后开采出来多到你根本还不知道找哪里去塞去用，那川普赢了啊！是啊，所以道理说，澳洲他投资了一个伊鲁卡资源公司啊，他也获得了澳洲政府16.5亿澳币，大概是新台币330亿元，去新建了稀土精炼厂。哇，那这样子就跟中国一样了。以后美国跟澳洲有这样的合作，那不是透懂啊？结果我跟大家讲，是这样妥妥的吗？他是说预计2年内完工，然后目标是在2030年以前。请问你远水救得了近火吗？你都丢嘞！魔鬼藏在细节里，丢啦！你敲锣打鼓啦！你的稀土矿多到可以探勘，多到满出来。
问题是你现在多少？2025，还有5年后，5年后你的 F-35可以等5年吗？你的航母可以等5年吗？问题是，川普还甚至在这个高峰会上面直接当面呛澳洲驻美国大使陆克文，我不喜欢你。永远不会喜欢你。陆克文因为之前在川普竞选的时候，不但去呛他，而且陆克文也是前澳洲总理。现在你当面被人家这样洗脸，你觉得澳洲跟你表面上这个人前握手，很开心的携手合作，后面会不会对你有美国有一大堆的不爽跟局语呢？你这不是在这个地方在引火自焚吗？好，讲稀土论稀土，来不及卡关刷的跨背秀台，这一波的稀土大战。台湾去扫到红台尾咯。对，国防部长顾立雄也说啊，对美国采购 F-16CD 的这个战斗机啊，最新型的这样，那明年全部交机恐怕会有挑战啊。其实讲得很保守，就是会 delay 的啦。那依照规划，本来在今年、明年要各出厂28架、38架，好，明年底前全数交机。为什么 delay 到底卡在哪里？他说零件是什么？主要零件就是它的这个发动机。那我就跟大家讲，9月份的时候，美国空军的 F-16V Block 70哦，它的这个战机的专案准将来台做简报。对，那当时有提到说，台湾的这个要的 F-16战斗机进度落后，主要原因就是发动机的这个制造商奇异公司，它生产的 F-110、GE129的涡轮扇发动机，它内部的组件系统发现有瑕疵，需要时间进行改正啊。这句话有没有什么 bug 啊？有瑕疵，照理听起来合理，但是我跟大家讲。仔细去翻一下，你上网去看一下就知道 ，F-110 GE129 涡轮扇发动机，它大概是在1982年的时候就开始装备到我们国军的 F-16战斗机。你就丢嘞，34年前都已经在用啊！你今麦跟我讲这里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而且这30几年来，我们 F-16战斗机都一直在用这一型的发动机啊。如果有问题，我们现在的战斗机不都完蛋了？所以表示说你会不会这个声东击西，而是说问题就出在稀土不够，你根本没有办法造这发动机啦。所以美国的问题意外的让台湾卷进了麻烦。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